Hello，大家好，我是怡媛。我知道我前2天才讲这件事情而已，但是在昨天官方他们自己也是发布了一个公告，也不算是公告吧，就是策划那边给出的反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反馈跟问答有什么东西。游戏的未来计划是什么？有包括统帅跟文明。他们可能会引入类似像远程的战斗机制、新地图，还有新的时代变化，将会有更多元化的统帅风格，就像前阵子所推出的终极伤害统帅那样。当然，他们将会不断的探索新游戏的体验方法。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新的文明会在2025年初跟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就如我之前所猜测的一样，他们今年是来不及出现新的文明了。那我看了以往的记录的话，新的文明有可能会在3月左右推出。不过从第一个反馈，各位可以看到，官方一直很积极的在推广远程，不管是之前刚推出的时候，前阵子开发的新地图让大家去接触也是一样。不过我看到我今天的影片，就是发布远程统帅的那个观看次数是真的少的有点可怜，还有包括之前的，再加上现在还是有不少玩家依然是反对远程的玩法。但假设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然后又有增加更多元化的统帅风格的话，其实玩家也是要去接受了。很简单的，就像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步兵统帅啊，为什么你不要继续用技能伤害统帅？为什么你要用终极伤害统帅？主要原因就是新的终极伤害统帅确实是比起旧的还要更强。难道你们不使用新的终极伤害统帅，继续使用关羽萨尔贡吗？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反馈。第二个反馈 VIP 系统的计划，就像我上一个影片所说的，他们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开发新的 VIP 系统，没有提到 VIP19。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不是我听错，是大和他确实没有提到任何 VIP19 的事情，他只是说 VIP 系统更新而已。不过就如同我之前所说的，他们新开发的 VIP 呢，不会再增加什么数值之类的，而是更加专注于玩家的定制需求，有包括城市主题、部队行军，还有城市迁城。他们将会增加一些很帅的特效，不过他这里没有提到是怎样购买的，但他在线下见面会的时候有说过是用 VIP 点数购买，可以让那些多余的 VIP 点数在这些商店里面购买，去换取其他的东西。 OK， 这个不是很重要，我们换下一个问题。关于 T6 有什么未来计划？它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兵种吗？他们已经对 T6 进行了多次讨论。随着文明的进步，他们将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比方说有现代枪支和其他的热武器，可能成为战场上主要攻击的手段。现在他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些热武器搬进我们现在的游戏里面，因为我们现在游戏里面大多数都是用刀用枪，在封建时代，所以突然之间加出了一些炮火、火枪之类的，可能会有一点怪怪的。除了战斗之外，他们还在研究对新时代的内容还有其他的期望，并欢迎大家的建议。他这里是完全没有提到 T6 的事情，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之前的影片一直说有 T6， 但是又不确定到底有没有 T6 的原因。他当时候就是这样子讲的，所以你们是真的不能怪我。他这里是真的没有明确说出 T6， 可是他又讲我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想要开发新的东西，所以我才说策划那里有一点矛盾了。不过当时候他的说法是，比起 T6， 他们更专注于在开发新的时代。但是那天我发布了影片之后，我看到评论区有不少的观众说要出 T6 啊，不要了，如果真的出 T6 的话，我们就不玩了。我相信反对 T6 的玩家比起支持 T6 的还要更多。 OK， 我们先不要讨论 T6 的事情啊。刚刚我在这一段里面有解说到，他们可能会开发一个热武器的时代，顾名思义之后应该就是有火炮啊、火枪之类的。这里先提一下我个人的想法，其实我还是蛮期待有热武器加入游戏里面的，毕竟我们现在游戏里面还是以刀剑居多，都已经玩了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是近距离战斗，我相信不少玩家都已经感到厌恶了。我是能够接受增加不同的兵种，但是是保持在 T5， 而不是增加 T6。 又或者是官方可以这样子考虑啊，就是我们的城市可能要提升到30等级之后，进入热火器时代，大家才可以解锁新的 T5 兵种，就是火枪部队或者是炮弹部队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子其实还可以接受，比较起 T6 了。第4个问题，2025年将会有哪些优先考虑的机制和游戏功能，以吸引新玩家或者是保留旧的玩家？这里的回答是，他们将会有一个全面的修剪计划，并且会推出新的画质，就是之前我做过测试的游戏的玩法和程序性能，这些是给那些新的玩家的。他们想要透过这些方式来吸引新的玩家，但是新的玩家会不会买单我就不知道了。 OK， 再来是给一些老玩家的，他们正在解决王国生态问题，
匹配的问题、卡顿的问题，还有一直不断的持续更新新的游戏模式、新的 KVK 剧本，还有活动等等。OK， 那么他这里是已经有提到王国啊、KVK 还有卡顿的问题啊，就看他们之后怎样解决了。因为以我玩了这个游戏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呢，他们每一年都说这些东西，但是每一年都会发生类似的东西。像今年我感受到最明显的应该就是卡顿问题啊，好像真的没有像之前这么卡了。不过我怀疑是因为玩家流失太多，再加上我们现在有分线报名啊，就人数没有这么多，变成间接性处理掉卡顿的问题啊，我个人推测是这样啦。第5个反馈，有什么计划帮助那些回坑的玩家可以追上进度？策划回答，他们不断的调整回坑系统，确保那些旧的玩家回坑的时候可以追得上。这里有包括统帅的测试，回坑的玩家只要登录完成任务之后，就可以获得任何一个统帅，包括新的统帅进行测试。还有回坑商店会根据玩家的回坑时间、VIP 等级，玩家可以去不同的商店等级购买东西，最多可以获得80个金头，还有2个统帅，包括最新的统帅。最后一个自动升级系统会根据玩家回坑的时间、城市的发展状态自动升级技术之类的，都会有一定幅度的提升。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在之前的影片里已经有讲过了，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不过这个话题我之后会开了一个专题去讲这件事情啊，因为我在昨天发布了一个贴文，问大家为什么会弃坑万国觉醒。假设说你们要回坑万国觉醒的话，必须要有什么更新才会吸引到你们回来。那么像策划这里所提到的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帮助并不会很大。为什么？现在我们玩家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只有统帅而已，而是有包括其他东西，像是装备跟军器影响是最大的。像策划这里是帮那些回坑的玩家解决了统帅的问题，但是其他的东西怎么办呢？他们依然还是要花钱花时间去弄。所以我个人觉得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帮助不会太大。当那些回坑的玩家发现到他们需要做的东西更多，差距越来越大，又要花钱花时间去做装备军器的话，其实最终也是会导致到他们又再次弃坑而已。这里我要说一句实话，就是真的游戏弄死自己了。如果当初他们推出一些新的东西，不是像装备跟军器这样子，而是像以前只有 T5 跟统帅的时代的时候，其实玩家回坑还可以跟得上进度。不过也没有什么如果啦，现在游戏都已经发展成这样子，装备军器都已经出现了快好几年的时间，军器都已经出现1年半的时间，难道你要叫他们突然改掉吗？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第6个反馈，当那些第一次进入征服赛季的玩家，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可以追赶上那些旧的玩家？ OK， 这边再次明确的说明，当那些第一次进入 KVK 3的玩家可以有一次统帅重置的机会，并且博物馆那边可能会调整一些优惠，帮助他们更快的解锁 T5。 OK， 他这里是说帮助啊，不是自动解锁了，但是他这边也是担心玩家可能会反对，所以他这里说到这些还是处于设计阶段，不代表最终决定，不过他们将会在短时间内确认并且告诉各位玩家。 OK，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它从原本的自动变成了帮助玩家更快的去解锁，这个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啊。因为如果是自动解锁的话，我看到评论区有不少的玩家担心说会不会自动解锁一些小号的 T5， 而造成我们王国的战力越来越高。说实话，我在上次做影片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了，没有想到大家这么聪明。而且就如我上一个影片推测的一样，我看到评论区有很多玩家都是反对说，凭什么新的玩家他可以自动解锁？我们当初花了这么多的时间金钱才可以拿到四盟之书，然后去提升城堡的等级，然而新的玩家可以自动解锁 T5， 你们当我们这些老玩家是什么东西？不过我看评论区也是有出现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就比方说让新的玩家可以获得更多的四盟之书，就比方说那位玩家还没有获得25等级的城堡之前，可能他打一个要塞可以获得10本之类的。因为我自己也是曾经经历过那一段时代，真的最麻烦的就是四盟之书，你要拿到很多本，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充值的情况下，是真的需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可以凑齐四盟之书去提升25等级的城堡。再来就是适当性的在这些新的区域增加多一些活动之类的，让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加速。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加速不是其他的加速，而是建造加速跟研究加速而已，那些什么通用跟治疗加速就不要给了。以尽快的解锁 T5， 我觉得这些都是不错的方案，但是自动解锁就肯定不可以。因为我去看了大家的评论，我看到其实有蛮多玩家也是能够接受新玩家可以更快的去解锁 T5 这一点。因为新玩家所需要承受的压力还有接受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完全跟不上，所以可以适当性的去帮助新玩家，但是不要太过分就行了。第7个反馈，减少卡顿的计划是什么？
策划答复关于卡顿问题，主要是因为在一个荧幕上有太多的部队还有大规模的战斗才会造成的。这个部分在我之前做新地图测试的时候有说到，就是画面上出现太多东西，太多部队，太多特效，而导致到我们的帧率下降，而造成视觉上的卡顿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接下来3个月里面重新的写基础代码，这是一个很高风险的任务，对于一个已经持续了6年的游戏来说，他们认为值得努力的去优化还有解决核心卡顿问题。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跳过了，因为他们每一年都是这样子讲，但是每一年都会出现一些卡顿问题还有我个人不是了解代码的问题啊，所以这边就简单的带过。不过我觉得比较起画面卡顿的问题呢，其实更多是因为我们网络的问题。像国际服我们的玩家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每个国家的网速有一点不同，所以会造成有一些玩家可能玩得比较顺畅，有一些会比较卡顿，所以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这么简单。第8个反馈我在之前的影片里面没有提到的，这里说到对于平衡 KVK 有什么未来的计划。更具体的说法就是当一些正常的王国跟一些死掉的王国匹配在同一个地图的时候，策划他们能够给出什么解决的方法，还有那些拒绝参与的玩家或者是正在修复中的王国，就是 Recovery KVK。 那他们的回应是说，他们 KVK 的匹配原则就是保持平衡的数据还有对抗。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我想笑平衡，真的很平衡不过他们这里有明确说到，目前他们没有关于一些阵亡的王国或者是拒绝战斗的王国解决方案。当一些王国注册 KVK 的时候，他们都会默认当做这些王国就是想要战斗，毕竟在 KVK 报名阶段的时候其实是有跳过报名的选项。不过他们将会对于一些已经快要死掉的王国主题进行调查还有采访，会尽快推出解决方案。那其实严格来讲 KVK 报名的事情呢，除了匹配之外啦，官方这里确实是没有做错的。像我们要报名 KVK 其实最大的极限就是跳过3次报名，但是有些王国他们就比较喜欢 KVK 里面的一些奖励，觉得说与其在自己王国里面种田，还不如进 KVK 里面种田，至少还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奖励，所以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我是觉得说策划那边可能可以再开启一个新的地图，就是 Recovery KVK 不过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啊，如果出现了这个东西之后，应该有很多玩家都会选择 Recovery KVK 的报名。更加严重的就是每一个王国都报名这个 KVK 之后完全不打架，这个游戏就变成种田游戏而不是打仗游戏了。第9个反馈，除了奥西里斯联赛还有全球巅峰赛之外，之后 ROK 有没有什么类似竞争性的游戏模式？这里说他们正在探索新的方向，就比方说奥林匹亚之巅的 5v5 模式，该模式仍然进行修改中，以及奥西里斯联赛有15对上15位玩家的战斗30分钟比较小型的战场。不过我在之前就已经有说过，国服正在进行测试了。但是各位这边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提到奥林匹亚之巅了，或许就像我之前所猜测的一样，或许会创造出奥林匹亚之巅的联赛、巅峰赛之类的。不过我个人还是蛮期待迷你版的奥西里斯联赛，只有30分钟而已，15个玩家打15个玩家，不知道出来的效果会变成怎样。 OK， 再来第10个反馈，我认为增加远程这样子新战斗机制有帮助于保持游戏新鲜感。是否有计划在游戏中增加更多其他类型的机制，以鼓励不同类型的游戏风格？增加远程战斗对于当前的 ROK 来说已经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以目前来说，远程还没有到达像近战统帅的那个体验。这里所指的是玩家的游戏体验，而不是指统帅的强度。就是说远程其实还不是推的特别广泛啊，不是每个玩家能够接受，他们想要更多玩家能够去接受这个新的东西之后，才会再考虑增加新的东西。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是啦，现在远程确实不是每个玩家能够接受的，再加上其实现在游戏有很多东西要解决，开发新的东西不一定是好事，先把我们目前遇到的一些问题解决掉之后，再考虑新的东西会比较合适。第11个反馈，新的画质提升会影响到城市皮肤吗？这里说到除了画质的提升还有地图的构造升级之外，他们还打算统帅重置，这里所指的是画质啊，不是那个统帅提升之类的。高清还有 3D 的部队升级，特效优化，还有一大堆什么城市的高清画质什么之类的。不过这些提升不会影响到玩家所使用的城市皮肤。总的来说就是更新画质的时候，其实其他东西也是会跟着一起提升画质啦，所以各位不要太担心。最后就是问到有没有其他的联动活动，像之前就有3国无双的联动活动，出了一个吕布貂蝉，还有 Ninja Gaiden 的联动活动。
策划答复他们暂时没有与其他游戏联动的计划，不过他们最近有推广知识广场的活动，里面有包括全球博物馆的合作，他们尝试跟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文化机构合作，最近他们就已经跟罗马博物馆合作了。如果玩家喜欢类似这样子的主题，他们可能考虑之后再去跟其他的国家博物馆再进行联动，推广更多类似的合作，这个其实我不是很在乎啦以上就是官方所发布他们在洛杉矶见面会的时候提到的一些问题回答还有反馈，所以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这里还有包含一些新跟旧的问题啦，但我个人比较在乎还是 KVK 匹配的问题，王国死掉的问题，还有游戏卡顿的问题，这些我相信都是一些老玩家比较在乎的问题，因为现在游戏里面的战斗真的比较起以前真的是少了很多，毕竟这个还是战争游戏啊，当没有战斗的时候，玩家自然会选择弃坑，然后去玩一些真正的农夫游戏，而不会继续待在这个游戏上面，这也是游戏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当然我也是希望游戏能够越来越好啦，不然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影片，给这么多的反馈，是不是？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